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在心田。你越相信我们前世有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。这里就是四川甘孜的秘境之地错卡湖。昨天从格聂神山回到理塘住了一晚。理塘号称天空之城，海拔4000多米，不过好在没有什么高反。早晨沿着227国道去错卡湖，路上遇到很多牦牛。我这次是从成都坐大巴到巴塘，和3位从亚丁过来的朋友一起包车去甘孜这一块儿。包车是丰田霸道，每天1000块钱。从理塘到错卡湖大概130公里左右。开始都是国道，非常好走，大概走了2个小时左右，拐向了错卡湖的方向。错卡湖坐落在山上，这条道路很陡，弯道很多，大约开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到达了错卡湖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蓝天白云。错卡湖并不大，湖的四周有非常多的庙宇和藏式建筑。错卡湖现在有人收门票，因为我们是藏族的司机，只收了我们每个人15块钱。并不是耕耘就有收获，当泪水流干后，生命还是那么脆弱。多残忍
就像流星滑落，多绚烂，飞驰而过，点亮黑夜最美烟火。多想你在我身旁，看命运变幻无常，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。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。今天的错卡湖实在是太美了，尤其是这里的倒影。多想你在我身旁，看命运变幻无常，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。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。多想你在我身旁，这里的湖水非常干净，水中有非常多的鱼。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？白云天，悠悠水边流，手摇鞭沿着湖边走一走，月上柳梢头，红的美人脸，淡淡柳眉梢，人走险河保守，相思在心头。风儿轻，水长流，哥哥天走，自古美丽爱英雄，莫千金到尽头。风声起，雷声吼，妹妹苦争锋。自古红颜说不明，飞往君的西楼。蓝的白云天，悠悠水边流，云手扬鞭马儿走，月上柳梢头，红的美人脸，淡淡柳眉梢，人走险河保守，相思在心头。风儿轻，水长流，哥哥天走，自古美丽爱英雄，莫千金到尽头。
有2天没有更新了，谢谢网友的关心，现在一切安好。前天从兴隆到道孚，又从道孚穿越到党岭，尤其是兴隆到道孚一路非常艰辛，遇到大雪、塌方、断路、深夜迷路，主要是对道路不熟，穿越的线路地图上也没有显示，只能边走边问，但是很多信息又是错误的。好在有惊无险，这是从道孚穿越去党岭的线路，可以说这也是一条秘境之路。沿途经过了几个小村庄，都像世外桃源般的美丽。这是银恩乡的日月潭，在这条峡谷上穿行，真的挺享受的。有雪山、彩林、溪流、小村庄。这条路基本见不到一个游客。从道孚到党岭大概有200多公里，但是慢慢的开，将近用了1天的时间。从道孚到党岭需要翻越一个垭口，但是总体上道路还是可以的。过了垭口之后，整个山谷里还是秋意盎然。我们的车穿行在彩林峡谷之间，后半段的道路也相对比较好走，一直到党岭的入口都是比较平坦的硬式路面。党岭现在内部正在修路，所以拐进党岭的10几公里的路上，道路不太好走，而且经常限制进入。我们现在顺利地到达了党岭，住在了这个客栈，条件比较简陋，100块钱含早晚餐一个人。我就是到了客栈，突然有高反头疼的感觉，不过睡了一晚，感觉舒服多了。吃过早饭，还是想往里面走一走，因为在党岭有一条徒步的路线，是从村子到葫芦海。前面有一条小狗，感觉是一直在带路，非常好玩。从党岭到葫芦海大约徒步将近7公里，海拔垂直升高900米。很多人反映还是非常累的，甚至比去亚丁的牛奶海的攀登难度还要累一些。本着量力而行的想法，爬爬再说吧。前一阵儿这里下过雪，雪化了以后道路比较泥泞。这条路有一段可以骑马，大概往返是200块钱。
而且这里的马道和人行的道路是混在一起的。其实这条道路难度并不大，最主要是路太烂了，都是泥泞，还混杂着马粪。一路上只有我和一个同伴在这里行走。其实党岭这边还有一些野温泉，据说不错，好像徒步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一个温泉。因为天冷，加上时间比较紧，没有去温泉。爬了1个多小时，到达了一片相对开阔的地方。这里还有些秋色，彩林比较多。现在海拔大概3600米，葫芦海那里的海拔大概是4200米。前面又遇到一片烂路。这个时候大概11点多，因为昨天还在闹肚子，又有一点高反，准备走到前面的飞机坪，然后准备返回去丹巴休息一下。毕竟党岭的住宿条件比较差，海拔又高，而丹巴那边海拔比较低，住宿条件也比较好。终于走过了最泥泞的路，前面的景色变得漂亮起来。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，其实走到这里并不累。我想如果下定决心，徒步到葫芦海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昨晚听民宿的客人说，葫芦海那边已经没有秋色了，只能看到雪山和海子，所以还是决定在这个飞机坪作为今天徒步的终点。这里就是飞机坪，非常宽敞的一块草地。景色其实也还算挺美的。这时候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应该是已经过了这里的旅游旺季，进入了冬季。党岭村是不收门票的，但是进村的时候好像还有20块钱的环境保护。这个飞机坪还是很大的，往前又走了好几百米。在这里还有一家客栈。进客栈里看了一下，非常淳朴的灶面，喝了杯酥油茶。小娃娃很可爱，给了他点零食。在这里吃过了午餐，准备返回。
今天虽然没有徒步到达葫芦海，有些遗憾，不过还是挺享受这一路的风景的。我也听取了一些朋友的建议，下午去丹巴休息。